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用阴间卡狠狠治理环境，而且还获得了寄宿了精灵的卡牌沉默魔术师。次日清晨，阳光透过来的时候，你迷迷糊糊睁眼，视线记录中好像看到了一只妹子，银发飘扬，拿着法杖，她的大脑好像在打量你。不过在发现你睁眼的一瞬间，感叹号冒出，一下钻回节奏盘，你一阵无语。经过昨天的黑暗决斗后，你了解到沉默妹子并不是不承认你，只是单纯沉默而已。换言之，就是自闭，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自从有了卡牌精灵后，的确感到决斗有什么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那种感觉难以描述。像是抽卡的时候，隐隐能感觉到某种律动。收拾下心灵，准备去参加决斗学院的入学考试。而且最近的牌打下来，你发现动漫世界里不仅卡组环境和实卡不同，还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例如，你正常发动效果后，要问对方有没有连锁，也就是常规意义上的10点，但这里没这么回事儿。大家发动效果后都是立刻自顾自解散，嘴慢点10点就卡过去了。不相应的也可以打断对方的操作，跟进自己的效果。正想着，到达了学院，进入考场，四处环顾，不仅看到了决斗学院的凯撒、万汤亮和天上院明日香，还有一旁的万丈木准。他的小弟正在讨论，按照分组，马上就是001号考生上场了吧？不知道今年的第1名是谁？小弟吹捧大哥，是谁都无所谓。今年1年级的帝王早已经预定是万丈木大哥了。万丈木冷笑，嘎嘎嘎，血的霸王只有一个。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不过，如果那家伙足够优秀的话，还是可以当我对手打发时间的。哎，无敌可真是寂寞呀！与此同时，广播响起，准考证号001萧凡，请速到1号考场进行考试。等等，这个名字不会是大哥？你怎么到凳子底下去了？万丈木连忙爬起，很快看到熟悉的身影。为啥又是这人啊？考试开始，你呵呵一笑。假如啊，只是说假如，要是我赢了，但是老师您在决斗过程中产生了不悦的情绪，或者对过程本身有所不满，有没有可能判不及格呀？考官杨天浩摇摇头，放心吧，我们考官受过专业的训练，无论怎样都不会生气。决斗开始，由你先攻，前场覆盖1只怪兽，后场覆盖2张卡，请。万丈木看到这起手，感觉背后阴风阵阵，这熟悉的味道，这来自阴间的氛围。考官一无所知。我的回合抽卡，通常召唤金狼人攻击表示。一旁的学生议论纷纷，快看快看！1号考生遇到那副强攻压制卡组了，哇，还好我没遇到，这一下这家伙要倒霉了。万丈木射着顶我，倒霉？不，倒霉的是那个考官才对，居然正好拿着强攻卡组对上这个狗东西，简直是倒了8辈子血霉啊！此时金狼人发起攻击，你看看翻转，是个拿绿色法杖的老头，呵呵一笑，固执的老魔术师效果发动。这张卡反转时，选择对方场上1只怪兽破坏，金狼人当场裂开。考官点头，居然是反转破怪兽的能力，不错。结束战斗阶段，然后我还发动魔法卡死者生还，可以把这回合被破坏的1只怪兽攻击表示复活。一道漩涡在场上张开，金狼人再次出现。你先看后场，发动卡魔之驱引，对方发动魔法卡时支付1000点生命值，可以随机丢弃对方的1张手牌。考官低头一看，1张手牌变成金光消失。不，我的炸裂装甲还没来得及盖下去，怎么就被扬去了阴间？你大手一挥，还没结束，连锁发动限定卡激流藏，怪兽的召唤、特殊召唤、反转召唤时可以发动，将场上全部怪兽破坏。洪水从卡牌中咆哮而出，可怜的金狼人再度碎裂。考官脸色一黑，他现在知道这个萧凡为什么开打前会问考官的心情会不会影响成绩了。淡定，要淡定，我是专业考官，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生气。万丈木的小弟拍腿而起，开始了，那个萧凡又开始了。没错，就这种感觉，这个展开，这个走向，记得万丈木大哥也不看到万劫不复的感觉。万丈木脸色一黑，你们也太夸张了吧！我明明还挣扎几个回合的。他冷哼一声，如果这些人以为这就是那个萧凡的全部了，那就太天真。对那个阴间玩意儿来说，这才刚刚开始。此时你的回合发动魔法卡爱恶作剧的双子恶魔，支付1000点生命值，对手随机丢弃1张手牌，然后对方再自己选择1张手牌丢弃。秘技手札蒸发之术。考官面色一黑，低头看了眼最后剩下的那张牌，永续魔法骑士道精神，效果是自己场上怪兽和攻击的相同怪兽战斗不会被破坏，4舍5入一下已经无牌可出了。考官彻底不行，还不能疯狂，他是专业的，不能生气，不能。你这边通常召唤黑森林女巫，随后直接攻击，考官生命值变成2900，万丈木嘴角疯狂上扬，看到别人被你恶心，就仿佛之前的自己，好像有一种莫名的爽感啊！原来当自己不在对面的时候，阴间决斗竟然带来如此的快乐吗？考官深吸一口气，我的回合抽卡，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沉默的死者，可以将墓地里的通常怪兽手背表示复活，不通过这个效果召唤的不能攻击。复活吧千年盾！立刻有学生发出惊呼，居然是千年盾！据说这是从古埃及王家流传下来的传说之盾，就连传说中千百龙的爆裂疾风弹动的方柱，堪称坚不可摧的怪兽。你从手牌中发动装备魔法神奇魔杖，给黑森林女巫装备，接着发动效果，把装备怪兽和这张卡一起送入墓地，抽了2张卡，接着发动女巫效果，这张卡被送墓时，从卡组把1张手背力1500以上怪兽加入手卡，我选的是这张卡魔诃毗卢，手背力1400点，接着我将其攻击表示召唤。
从手牌中发动装备魔法爆炎穿击。这张卡装备的怪兽攻击力上升400点，并且装备怪兽在攻击手背表示怪兽时，如果攻击力超越手背力，会给予贯穿伤害。考官点头，原来如此。通过装备提升攻击力，击破防御怪兽来给我造成伤害嘛？但是没有关系，想要贯穿千年盾，完成斩杀，你需要一口气堆出5900点攻击力，这绝不可能。呵呵一笑，谁说我给我的怪兽装备了？我装备的对象是千年盾。给我的怪兽装备什么意思啊？你手一挥，发动速攻魔法卡旋风，可以破坏场上的一张魔法鉴定卡。我要破坏的是自己场上的爆炎穿击，黑色旋风将爆炎穿击刮碎。考官一脸懵逼，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我的千年盾根本不对，我盾呢？我那么大一个千年盾呢？你呵呵一笑，被我送去异次元了呀！考官小谢，你说什么？啥玩意儿？我他妈把你送去异次元？你耐心解释。爆炎穿击不仅可以提升怪兽的攻击力，还有着副作用，那就是当这张卡从场上离开的时候，被他装备的怪兽会从游戏中除外。考官的表情不用我说，你们也能知道。那么带我们一起走一个吧。万丈木一拍大腿，没错，就是这个味儿。你依次亮出2张手卡，装备魔法恶魔之斧，装备魔法魔法导师之力发动，依次给魔和毗卢装备。恶魔之斧的效果是怪兽上升1000点攻击力，魔导师之力自己场上每存在一张魔法限定卡上升攻击力500点。我场上有2张装备魔法，所以上升1000点。魔和毗卢的攻击力直接来到3500，然后是他自身的效果，没有一张卡装备到他身上，攻击力上升500。最后攻击力是4550，一旁的考生看呆了，比传说中的欧贝利斯克不对，比青眼究极的攻击还要高。万丈木脸色一沉，这家伙果然很强。他早就怀疑小本这狗东西坑人，只是因为他喜欢，或者说搞人心态也是他战术的一部分。因为考官无牌可用，击穿天年盾的防御一样能斩杀，可他偏不。显然他觉得把考官的千盾送进异次元更快乐。你大手一挥，魔和毗卢直接攻击，考官 LP 为0。